Hi, I'm Alan Wong. I'm an anchor and reporter at ABC 7 News in San Francisco, and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hinatown Gate in San Francisco. It's a symbo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ommunities across the U.S. and the many struggles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faced and continue to fac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the U.S. One common struggle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and receives very little attention is depression. Depression is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hat can be an obstacle to adapting successfully to life in the U.S. Yet the problem of depression receives very little attention due to the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ssociated with mental illnes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also receives little attention because little is known and reported about how Chines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and express depression, which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n which other Americans experience and express depression. As a result, both the professionals who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immigrants and the immigrants themselves have difficulty with recognizing the signs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which can be the first step in obtaining appropriate mental health care. A team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and community member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created the educational film about depression that you're going to see. It's their hope to bring awareness, wellness, and prosperity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na 李適平，係 KTSF 26台溫馨全萬家同埋華人重刊嘅主持人。喺美國嘅華人社區，憂鬱症係一個好嚴重嘅健康問題，但係佢並冇得到重視。好多人，尤其是對新移民嚟講，佢哋唔係好了解憂鬱症嘅症狀同埋佢嘅治療方式，結果就令好多人呢就要自己受苦，而得唔到專業嘅護理。憂鬱症係一種好常見嘅精神疾病，咁移民呢就特別容易罹患憂鬱症喎。因為咧新移民咧就要面對好多新嘅挑戰，佢要接受呢個新嘅語言同埋文化，又要揾工，而又得唔到足夠嘅支持。咁而華人嘅獨特文化背景咧，亦都令好多人呢就係對憂鬱症同埋精神病咧就產生誤解，同埋覺得羞恥。咁好多人呢就等到問題非常嚴重嘅時候咧，先至尋求幫助喎。咁好多時咧就去到佢哋已經冇辦法做嘢、讀書，亦都冇辦法照顧自己或者屋企人嘅時候咧，先至揾人嚟幫助。憂鬱症嘅治療咧係有效嘅，佢幫助好多人重拾信心，令佢哋嘅人生道路更加成功。我而家邀請大家一齊嚟收睇以下嘅片段，等大家更加了解憂鬱症同佢嘅成因。令我哋更加願意嚟到幫助我哋自己、屋企人同埋你哋嘅朋友。我哋勇於面對憂鬱症，並且得到及時嘅治療。哪位？叶先生啊，我是陈姑娘。请坐。谢谢。叶先生，我今天来是要给您做一个评估，来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您自己照顾自己的情况。好啊。那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呢？都是这样子，谢谢你。叶先生，您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胆固醇。2年前有过一个轻微的中风，是吗？是啊。那您有记得准时吃药吗？有时候记得，有时候不记得。有时不记得？自从我的太太去世以后，我的记忆力很差。啊，太太是最近去世的？最近8年去世。我和他结婚50年了。
50年啊，50年啊。5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自从他去世以后，您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变差了，有没有发现其他方面的改变呢？有。自从我的太太去世以后，我觉得很累，没有什么精力，睡不着，不想吃，精神不集中，而且很混乱，很混乱。就是觉得整个人很孤单、孤独、无助。虽然我有个儿子，但是我的儿子又要照顾他的儿子，所以他都不是经常来。太太去世对您来说是很困难，一个人住在单间公寓里，感觉更加孤独。那您有没有一些可以一起打发时间的朋友呢？有，但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叶先生，我想问您一些问题，去做一个评估，看一下您是否有忧郁症。我想问您一些问题，看一下是否有忧郁症，可以吗？这是一份问卷，评估老人家忧郁症的问卷，一共有15个问题，每个问题您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忘了跟您说，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都是保密的，这是您健康记录的一部分，是不会跟任何人分享的。除非您有书面同意书，或者您告诉我们您有伤害他人或自己的想法，我们才会打破这份保密协议。那我们开始了，好吗？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对自己的人生大致上还觉得满意吗？不满意。您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很多您以前喜欢做的活动，或者感到有兴趣的事情呢？是。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呢？很空虚？是。您是不是经常觉得很无聊、很郁闷呢？是。您是不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都觉得没有精神呢？您是不是恐怕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是。您是不是大部分时间
都很开心呢？您是不是大部分时间开心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很无助呢？是。您是不是宁可待在家里，不到外面去做一些你平时喜欢的事情呢？是。您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比大部分人都差一点吗？是。不是。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活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是。您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是没有什么用的了？是。您感觉到精神充沛吗？不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呢？是。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大部分人的情况都比您好？是。那我现在想问您，跟以前比较，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您觉得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方面变化是比较严重呢？还是差不多呢？还是变化没有那么严重呢？比如说睡眠不好啦，胃口变差啦，没有什么精力啦，感到绝望、不开心啦，等等。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变得更严重了呢？还是差不多呢？还是变得不严重呢？更加严重。比较差，更加严重了。叶先生，根据您的回答，我初步评估您有忧郁症。就像您说的，您失去了太太，可能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有忧郁症的病人，很多的时候就是失去了很重要的人，身边的人，导致他们会有很绝望的感觉。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想一觉就睡到明天，醒不过来。那当时你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呢？有，在我太太刚去世的时候有。那个时候有没有计划怎么做呢？没有。那过去几个星期内，您有没有过任何伤害自己的想法呢？没有。叶先生，很谢谢您今天回答我这些问题。让我想一下，怎么可以帮到您，减轻您这样的状况，看看怎么可以调理您自己独立生活。您觉得怎么样？好啊。我想介绍您去一些健康中心，
你可以去见一些心理治疗师，他们会帮您做一个紧急的全面性的评估。因为您的症状很严重，而且最近有过伤害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您需要立即去见一些专业人士，让他们帮助您。好啊，那今天下午我会给您打个电话，我会告诉您我们为您预约的时间，从现在到预约的时间。如果您有伤害自己的想法，你一定要马上打电话去防止自杀热线，电话号码就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把电话号码写得大一点。这个号码是24小时服务的，那里会有人用中文和您交谈。您也可以打电话给911，我也把911写在这儿。那您想联系您的儿女吗？因为我想把您的情况告诉他们，还有告诉他们我们为您预约的时间。我应该联络谁呢？我的女儿咯。好的，您女儿叫什么名字？吴美丽。哦，那她的电话号码？您帮我在这里签一下您的名字，在这里就可以。谢谢叶先生。我走之前，我会留一本小册子给你，放在哪里比较好呢？可以方便您去拿。好，那我就放在这里。OK， 我也会放我的名片在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留言给我，我就会回复您的电话。过几天我会打电话给您，看看您的情况怎么样。离预约时间还有几天，我可以打电话给您吗？那好，我下午就会给您打一个电话，就是关于预约的情况。今天很高兴跟您见面，谢谢你，叶先生。你可以享受你的安闲生活，你可以有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你可能有时感到情绪低落，甚至绝望，但为了你的家庭和你自己，你有责任去改变现状。如果你有某些类似黄太太或叶先生那样的症状，你要告诉你的家庭医生、社工或者任何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告诉他们你的压力和症状，并要求介绍你去见心理治疗师。如果你的症状令你感到不安或有伤害自己的想法，请立即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你可以致电24小时防止自杀热线，三藩市热线是415-781-0500，全美免费热线是1-800-273-8255。你要积极寻求解决方法，那样就可以开心和成功，走出困境，光明在望。